两孩童被当陪葬品封在墓中10年，不料两人非但没死，反而还过得逍遥快活，甚至还结为了夫妻。原来是封墓人见2个孩子实在可怜，于是便悄悄在石缝中留下一只芦笛，以供两人能够正常呼吸。自此，他们靠着墓穴里的贡品维持生命。但很快，食物就被他们吃完。正当他们感到绝望之际，墓穴口却被一伙盗墓贼打开。叔叔，盗墓贼还以为是见到了鬼，在两人的解释下，他们这才明白两人是陪葬的金童玉女，于是命令两人帮他们将墓中的所有财宝全都装走。在盗墓贼的帮助下，他们得以重见天日，还跟着盗墓贼回到了寨子。殊不知，他们刚出虎口又入狼穴。原来盗墓贼担心两人会泄露他们盗走财宝的事，打算今晚就送两人去西天。恰好这一幕被金童玉女偷听到，于是趁着盗墓贼喝醉之际，悄悄从窗户逃走。可他们没走多远，盗墓贼就追了上来，两人只能拼命逃跑，最终躲进了一处山洞。盗墓贼索性用石头将洞口死死堵住，打算让他们自生自灭。折腾了半天，两人又回到了地底。正当他们陷入绝望之际，洞里竟飞来一只孔雀。在孔雀的带领下，他们找到了一处水潭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的鱼。而这时的孔雀竟化作白雾消失不见。就这样，两人凭借水里的鱼，在洞中生活了10年。这天，玉女在洞里洗澡，恰好这一幕被金童看见，血气方刚的他哪里受得了，于是便向玉女表达了爱意。这晚过后，两人便成为了夫妻。与此同时，那伙盗墓贼被官府抓住，并且还说出了金童玉女还活着的事情。在盗墓贼带领下，官兵们来到了山洞，打破了两人平静的生活。被逼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跳入水潭。官兵本以为他们难逃一死，却不料两人竟被一位老者救下。老者建议他们留在此处生活，这里人迹罕至，不会有人打扰。然后又交给他们一只葫芦，并表示如果遇到困难，就把葫芦高高挂起。事后，夫妻俩便在当地住下。没想到这天金童上街买菜时，却被官府的人发现。很快，他们就找到了两人居住之地。关键时刻，他们想到了老者的话，于是赶忙将葫芦高高挂起。正当官兵准备冲进去时，老者却突然出现。只见他挥动手中的令旗，下一秒便出现一群奇装异服之人，然后疯狂朝着官兵们涌去，吓得他们赶忙坐船逃离，自此再也不敢来犯。而金童玉女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，并且仅靠两人还繁衍出了一村子的后代。